看见徐母了吗？徐母金刚说房里闷得慌，要出去透透气。去找他，盯紧了他。是。今天不是瞧见我了吗？怎么不理我？你想干什么？京城一别，好久不见了，想来给你打个招呼。我们不熟。不熟？可是我知道你的很多事情哦。比如说，有一位女修杀了鬼先生，引得碧水坛主报复。紧接着，就有一个男子找上门来，灭了整门的口。那件事儿是你做的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怕啦！我若是想揭发你，我早就说了。痛快点。你带的那3个累赘，看起来可不像修行之人。如今到了北乡，你还懂得起来。做个交易如何？你帮我把文英那个大块头杀了，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。就只是这样？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想让你帮我找样东西。说来听听。蔽日幡。我就不信了，这天底下还有银子解决不了的事情。我用50两换你的上房。不换。那就100两，买你的客栈。100两，那好像不太够啊。不太够就是有的谈。200两。银子是好东西啊，可就是怕你有命赚，没命花。住我那间房吧。妖女。兄台。师姐，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他们说的那些，我们怎么都没听说过？能飞上天的楼舟，无坚不摧的机关人，还有射程超过100丈的火炮，都没听说过，这多奇怪！如果真像他们所说，早在1000年前，人族的文明就已经能鼎盛到那种程度，那我们怎么会一无所知呢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定会是认为他们是在骗我们。这并不奇怪，一切都会被掩埋掉。只要有人去想，就会有人去做。就像这片黄沙一样，被埋葬的东西太多了。师姐，这些都和我们没关系。没关系吗？没有。阿生，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也是从北乡来的。你家是在哪儿来着？四处流浪，哪有什么家呀？师姐，早点睡吧。咬他！咬他！咬啊！不要怕，让我的宝贝咬上一口，不死人的啊！咬着了！这梅花蛇是我用毒囊族中喂养了100日，刚刚又浸足了河豚血，这个时候就是毒性最烈的时候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突发了！
比我想象的要快了很多，太好了啊！太好了！你可要撑住啊，不能死啊！听到没有？可不能死啊！一定要等我练成百花养神丹啊！爹爹还没看到，看不到。我朋友啊，在下灵迹山少宗主林慕寒，见过各位。哦，幸会幸会。灵迹山，仙门仙门。我这兄弟向往仙门，一心想要修行，可没这灵根，注定没这福气。仙门，不如我们把他抬到隔壁，不影响二位叙旧。对，走，走。陆兄，你这朋友看着伤得挺重啊，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不慎被毒物咬了，已经有朋友去找药了。药？你找我要啊，我带了养元丹。不用了。哦。不过，你怎么和这个妖女搞到一块儿了？我这个妖女要走了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。什么约定？没什么。唉，相识一场，我还是得提醒你啊，他可是青红教的8大金刚之一，看着人畜无害，实则性子乖戾，心狠手辣。你想想，能在青红教这种地方活下来，那坐上那个位置，他能简单吗？不行，你还是太善良了，你可千万别被骗了呀。我知道。避世坛又开始抓人了，先前抓了风源团队的领头，还没放出来，我的货都运不出去，也不知何时才是个头。哎呀，别等了，出不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上次帮我搬货呢，碧水潭出来个人，说什么水不水啊？哎，才像中了邪一样，这丢下驼队就跑。这前不久才回来，说是去了趟中原，还招来一位杀神，把这碧水潭杀的是鸡犬不留啊！哟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哎呦，二位请留步。姑娘，有事儿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驼队的老板，长什么样？我去就行，你在这儿等我，一起去。这一天天没咱们什么事儿。来来，喝。是你救了我。我有些话想要问你。好。然后他就把我给放走了，但是我听说，那天晚上有个人把碧水潭的人都杀了，那可是青红教的分坛所在，平日就有上百号人驻守在那儿，个个都武功高强。传说这个坛主啊，已经达到了金丹之境，然而他们都死了，他们全部都死了。那个人应该是你的朋友吧？他不远万里的过来给你报仇，想必他很是看重你的吧？
师姐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有一声询问我最初究竟心所图何物，等闲皆每一步。我之前被人下了盐随术，饮水就吐，可是那天突然就好了。突然好的，哎，那就不用把脉啊。谁知道是怎么好的？哎呀，能怎么好啊？运气好呗。你就别想太多了，等陆千桥回来，他就会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好的了。盐随术只能由高阶位者向低阶位者施展，你的术法不高，没感受到也是正常的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前辈，我便不会让你死的。我最近有事要离谷一趟，不能来照顾你了。我走了之后，你要经常练习鱼息术，不能懈怠。我会的。前辈，你要去办的事危不危险？不危险。最口中念可吐，心不可辜负。我得找到他，我要见到他。陆大侠，常元的伤怎么样了？伤口化脓，毒素侵至五脏。如果在落日之前，梅善君和卢战英没有找回降龙草，恐怕他撑不过今晚。外面起了黑沙暴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，就怕他们找到了降龙草，也找不到回来的路。不行，我去找他们。哎呀，你快不要添乱了！外面风沙那么大，根本没法行人。你去哪儿找人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寻到了，寻到了，降龙草寻到了，看看够不够。取物前煎药内服，3碗煎成1碗，再去除一切捣烂，敷在伤口上。好，我去。那我一起。请用茶。仙子找我有事。曾听你说，少时拜入洞庭山，曾追随风道儿学艺，此事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只是仙子你不信。战鬼族中有一门叫做降临的术法，可以隔空控制对方。据我所知，风道人也有一门与之相似的绝学，名为传神。只要见过一个人，就可以施展这门秘术，将精神和意志投射到对方身上，与之对话。那这个你会吗？会啊。哦，我对诸将师还有师温经常使用此法，特别方便。但是我使用此术法，只对朱大坚和师温有效啊，换了旁人，根本就不成。为什么？传神总纲第1句，欲施传神，须得于神识中找到对方的神识之门，懂吗？不懂。啊，简单的讲，就是你要从自己的识海当中找到属于对方的神识之门，而且你的神识要穿过这道门进入对方的识海，然后才能与之建立联系。我们见过的每个人在识海当中都会留下印记，就是所谓的那扇门。如果你能辨认这道门的归属，就可以施展传神，轻而易举的找到你要找的人。但是我们平生所见的人啊，太多太多了。陌生人也算啊？啊，都算。
你认识的，你不认识的，包括街边的小贩、路上的行人、隔壁的房客，只要是你见过的，都会在识海当中留下门。你想想看，那有多少啊？难道你要一个个尝试吗？消耗太大，你承受不了。可是你也传音给朱大坚和施温过。那是因为我跟他们太熟悉了，而且他们惯常使用的信物我都有。另外，他们平常离我都不远，自然不在话下。但是你不同啊，你要找的人，你了解吗？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我不了解，一点都不了解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哪，但我必须找到他，他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你能帮我吗？仙子既无信物，要传神之人又不知身在何处，唯有先启动祭天之法。祭天？不错。午酒敬祖供神，午茶清心明目，烧香供奉诸天，借用五行之力，千里传神。仙子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洞庭山弟子太史前，敬告上天，借天之力，五行为媒，千里传神。阴阳顺逆，妙难穷，二至还乡一九功。若能了达阴阳理，天地乾坤一掌中开。左三右七，带九履一，二四为肩，六八为足。五居中宫，以食其父。还请仙子谨记，要时刻凝神静气，抱元守一。倘若实在找不到门，仙子万万不可强求。